大家回到统一春服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第一赛段团队火拼赛，精彩继续。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服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现场的观众，你们快乐吗？快乐你就 vivo Live。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飞鹤滋养小脑瓜，脑力体力两手抓。感谢全球销量第1、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谢谢各位，我们上半场经历了4轮非常精彩的演出，能看到已经晋级的4位朋友现在就坐在我们的身边。门枪、王悦、李卓妍、王主任，炸过，然后也哭过，当然也笑过，这就是咱们的上半场。希望下半场的比赛依旧精彩，而且我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来着了，朋友们，开场就是我们期待很久的魔王挑战环节。魔王！我知道今年的赛制之后，我今年挑战魔王其实比去年会有压力，因为它有个 bonus， 就是有一个额外的，你可以让队里多一个晋级名额。因为打魔王确实，说实话挑战很大，你要么就是一战成名，要么你有可能就是接不好，那个真的很考验人心态的。魔王挑战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冠军付航即将下场表演。去年他就是在这个时刻用 passion 击败了周奇墨，掌声有请付航。我们都生活在下水道里，但是仍有人仰望星空。恭喜付航成为2024喜剧之王单口季的年度总冠军。我说您说那不是激情，您说那是 passion， 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谢谢。不管你出身、学历、家庭背景，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你从来不说你的表达，但有表达。参加完节目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个人觉得我录综艺之前和录综艺之后，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变化。人民文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付航，是2024年大家听我说过最多的一个词。我就是一个民间艺人，您高看我一眼，我就是民间艺人；你低看我一眼，我就是一个小傻瓜。因为咱们今年这个节目就是新人特别多，所以说我觉得新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生龙活虎的感觉，我每一个都非常期待。非常多优秀的俱乐部，然后也是兵强马壮。我觉得都非常有实力，他们一出现就会有很强的新鲜感，算是线下非常有力量的这种比赛型选手。一浪推一浪，哇，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第1季4个魔王上来全军覆没，非常期待新人们打魔王。我非常期待看到这种黑马打破老大王的这个戏码。付航，哎，该有人碰碰你了吧？啊，当然了，我特别开心能回到这个舞台，我完完全全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能获得一点的开心，我就非常知足。谢谢大家，感谢，的确非常有热情啊！真的，
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就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我第一次去都懵了。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我错了。我到那儿我一进去，我看着那保安大哥，我非常认真，我说啊，保安大哥，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看着我，彪。我说啊，他说保镖。哇，了解。那大哥，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保镖啊是啪，保安是我说好。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所有人都非常疯狂，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保安就拦着，我都想好了，我计划好了，只要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我就看着保安，我说别碰我粉丝，别碰我粉丝，别碰我粉丝好吗？你动我粉丝翅膀，我必回你天堂。我都想好了，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哎呀。付航好霸气第一个热搜，付航霸气互粉，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然后保安呢，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我也保护你。第2个热搜，保安保护保镖。我计划的特别好，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我小鹿门枪，我们几个刚一出去，我还走第一个，我看着那个观众，我说合影嘛，他说不方便。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他拦了2下空气，他这样拦2下空气。我说保安大哥，咱们就是太尴尬了，拦空气。我不让你拦，你就先别拦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突然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拿一根香蕉，掰开了，吃。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距离我的嘴只有0.01公分，1/4炷香之后，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当时我面带微笑，我非常开心，我看着他，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我说这拦一下。你拦一下啊！那保安知道了，付航不许吃香蕉啊！我说拦他。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朋友，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就喝多了，喂，付航，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他就跟我说，哎，我在酒局上，我那个，哎，帮我圆一下。我说行吧，我说实在行，我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然后我说华哥给你电话。然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好，我是刘德华，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然后对。学呀！你不是喜欢吗？学呀！那小孩去。拍身。不是，行了，别拍着。你喜不喜欢？你说实话，孩子，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一想，真的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3分钟，就是空算，但我不是智障啊。那个女孩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数学这么差，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就是过来就说，家长，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我爸说不去，是免费的，那不早说。就带着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我永远忘不了。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特别难，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也不拿脑子算，拿手算，然后嘴里还嘟囔着，算起来就是这。真的这样。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我在门口看。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我就开你喝，我一直以为这样，我都不知道学什么。我爸说学进去学，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就问其他同学，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刘子桓，那小孩，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那小孩好。33551144553315，好宝贝儿，请坐。富豪，我说到。3355661加775337乘以15多少？我说好。老师说别让孩子算，再给孩子算死了。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我说别了，不算呢。当时同学走了，老师都走了，我还算。我一直算，因为我一直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爱死你们了！当时呢，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我出来，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问你会不会。我爸跟门口抽烟，会了吗？我说这简单呀，我这有手就会这个。我说你摇你也会，这跟谁都会这。好儿子，回学校试试。我说没问题。到学校，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他们有演算纸嘛，非常认真，就在那儿算，我不用啊。我就这么算，同学看我，老师我害怕。你怕个屁！你怕？你就算。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哎，这哪班的？这个是？哎，这是哪班的？哎，孩子，哎，孩子，你干嘛呢？孩子，你不会做，给你奶奶叫下来，你也不会。我说我算呢，我不是召唤呢。
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学校里边虽然我们有补课班了，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完了之后抽根烟，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学完了拿我练。拿抽根烟就指我，就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我说来了。我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每天给我5块钱，要不然扇你大嘴巴。我说哎呦，真是个噩耗哎。我说你别跟我幽默，每天给我5块钱。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我说啊，还得算。他说：“你是 dancer 吗？”我说不是。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我说不是。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谢谢，谢谢付航，还是之前的付航啊。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这个除了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这仍然是一个魔王挑战环节，所以。喜欢刚刚付航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付航。不用多说，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节奏啊！真是自己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个，咱们几位气氛组的组长看完付航的表演什么感受？我们先算算，我们先琢磨。就您觉得这1年来说，这个包括参加完咱们节目，包括再回来有什么感觉？屠龙少年。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没什么变化，就还是演出完了之后，去回家待着，然后偶尔啊，对我有一些影视机会。当然就要感谢咱们的大鹏导演，完了之后那个在《长安的荔枝》里边邀请我演了一个角色，然后还有一些影视机会，然后我可能现在有的时候也在拍一些其他的戏，比如说是《浪浪人生》，还有一个电视剧，然后我也一直在拍。除了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我回到这个舞台，就是感觉到，今年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朋友们都太厉害了，真的，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我刚问到大鹏导演了吗？除了在这工作上有合作，我听说您也之前去看了付航的剧场的演出，是吗？是，场面特别火爆。就我去的那一场，我是在很靠边的位置，因为也都没有那么多的票了。然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北京打卡，把付航当成一个景点一样，小宠物。事实上，邀请付航那会儿呢，咱们这个节目在去年还在进行中。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演员，然后就尝试吧，说能不能演一个角色，希望你首先给这个角色起一个名字吧，因为我们他要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他不能叫汉子，你起一个名字吧。付航，你起的名字是小白。我们一宿一宿的拍，有一天连续拍了3个通宵啊，那个没喊苦没喊累，是因为已经喊不出声了，对吧？不是，主要是不能让导演听见。没有，开玩笑。群演们一看到付航呢，他们整个人都已经就崩溃了，觉得特别喜悦，所以付航还是可以守得住他最踏实的这个本分。今天一出场还愿意这么演，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没有，真没有。鹏哥非常看得起我们这些喜剧演员，包括有一些喜人的演员之类的，鹏哥都会给我们机会。然后他特别喜欢认识这种年轻人，但是其实我真没您想的这么好，我真就是一民间艺人，实话实说。对，不用鼓掌，咱们这不是开会是吧？我跟你说，真是一民间艺人，那大哥。
轻松点，轻松点。双向奔赴了。天真姐去年对这个付航有一个评价，说在那个魔王挑战的时候，像持剑少年就这样冲着周奇墨这样冲过来了。今年也这个变成魔王了。我去年去那个付航的剧场看了他的线下，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真实的感受到他跟观众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很可惜节目里呈现不了。可以呈现，来。好，就你。哇，行，已经喊完。这是会传染吗？这是。其实我非常认真跟大家说，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这种人来疯，艺术型人格。完了之后，你们待会儿要起两个哄，我能把衣服都脱了。好，这一个了啊，再来一个，脱！不是，加油，就真的啊，是这样啊。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他真的总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在乎你的。所有人都在喊脱掉，有一位观众在那喊穿上。对，我相信这个在付航后边演出一定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不，所以说不管我演成什么样，然后我希望大家能拿出我10倍的热情和激情，迎接后面的那些更好的朋友们，然后给他们足够热烈的激情和掌声，好不好？非常感谢你们，一定要帮我。完了之后，谢谢大家，谢谢付航。我为什么去年这么喜欢付航？付航里头不是没有口号，他不是说没有这种中心思想，但是他的中心思想他从来不拿嘴说呀，他是把它放在故事里让你悟啊，你悟得出来你就悟了，悟不出来你就觉得我这是一个好玩的故事。你看，就是他能应对不同的观众。我觉得这次的表演是一个封神的表演，他已经是有标志的，比如说 passion 啊，然后香蕉，这些都是第1季的节目积累的。但是他通过这个表演，他还有新的关键词出现，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大受震撼。今天我一天都在大受震撼。我觉得现在来说，除了付航，我还没有见过有个谁敢用甩手控20秒以上的。这个东西是需要你，首先你极强的自信，以及你对你段子极强的把握，以及你对你观众、你的人格，所有的东西你必须都拿捏的面面俱到的时候，你才敢在这甩30秒。那个穿透力，我的同事们在楼上休息室都能感受到，就是从棚里穿上去。然后付航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尊重舞台的一个演员，其实他难受到整个过程他也是说不了什么话了。但是在台上，你把那个舞台交给他那一刻，哎呦，他下台那个，哎呀，我就觉得，啊。以前付航说他经常觉得生活有电影感，我当时看付航在台上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像电影一样。他在台上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在让观众开心。谢谢付航。我们赛制的挑战规则会有不同组别里的不同的演员来站出来挑战魔王。挑战魔王如果成功，就可以直接晋级，不限人数。且战胜魔王之后，分数最高的那一位演员会拿到付航所守护的这块金牌。这块金牌不仅将来自己可以多一条命，而且还会为自己的小组多争取到一个晋级的机会。基于挑战并存，付航今天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那么，到底是谁勇敢的要站出来挑战付航呢？请起立。张香玉、嘻哈和黑灯。哇！香玉是去年我们的决赛10强选手，黑灯更是去年的季军，嘻哈也是今年来势汹汹的新人。而且各位能看得出来，我们演员分了6个小组，他们都是各自所在小组的组长，也就是他们是我们今年内投的前6名。
这场表演注定非常精彩。第一个要出场的是谁呢？她是一个堂堂正正、一生要强的山东女人，唐湘玉。还在桌上就有饭吃，我不光要3菜，我还要1汤。我以前无法想象这个事儿。我的主打秀现在是50多场大剧院，甚至能到2000人，而且场场爆满的。山东还有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先给大家拜年了。2025目标全能女艺人。第3位组长是唐湘玉，我就剩下的吧，谁选我，我给谁磕个头。我来。老天爷呀，老天爷，感谢你，感谢你。大家瞧得起我，投我当队长，我肯定是想弄好。我们队的人集合一下子吧，我们再加油打个气什么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手工做的一些小礼物，就是端午的那种小香囊的东西。这是飞黄腾达啊，这个是喜上眉梢，哎呀，祈福，然后带着这个东西，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吧。来，加油，来，1、2、3，加油！有人想打魔王吗？找死啊！我也不是不想打，我就是水平不允许。咱们这里头就你能打。已经破碎了。我这个人吧，我很 peace 的一个人，我不喜欢任何的对抗，我抗拒，我回避任何的对抗。挑战大魔，还要挑战富豪，来打这个大魔王，这谁能压力不大？我去年接了台走，差点在台上就晕厥。去年那个金牌战的时候，我就接在付航后面。然后就凉了嘛，很挫败啊。然后网友也说我划水，哎呀，你们没有接在他后面演过，你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真的。别说挑战付航，我瞅他我都害怕，自顾不暇了。我压力有点大啊，我打不过付航。好心态决定女人一生，我就视死如归。我既然当上组长了，那只能我去。队长是干什么的呀？队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去，我就要加入这个战局，我就要加入这一场最激烈的比赛。队长加油，加油！我们就是打一个生命力。他想让他想上去他就凉。接吧，我就接，我接付航，等着吧，付航。那你给我等着吧。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他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烟，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唐湘玉，唐湘玉，唐湘玉”。
啊，不用，啊，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香玉？他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言呀？”他说：“啊，那个老头就是唐香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1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盒子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啊，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我大娘问我啊20几了，我说31了。她说啊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他说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我3姨疯狂使眼色，别说这个，别说这个，他嫌你。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是生死簿。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可怜我3姨，一个开朗的媒婆，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2桌嘛，男人1桌，女人小孩1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炸的，好可怕呀！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
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的？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就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唐湘玉。喜欢唐湘玉今天的表演，请千万不要忘了为她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哎，咱们2位去年就一直在的气氛组组长大林跟天真，是不是也时不时会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他的这个状态？是，经常看他走红毯。首先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老选手真的还在变化，还在成长，所以这点非常开心。第二，我感受到你非常松弛，尤其从你的肢体语言上能完全感受到，你居然在撒娇哎。姐，但你知道吗？我在文本上写的是括号，向左划拳、握拳、半圈儿。舞蹈，真是舞蹈。比如说您这撒娇啊，包括付航刚才那个说那学长让你过来啊，我也可以啊。对，你看，我就发现，当咱们把语言和思想这东西玩到极致之后，你还想再丰富你的表演，一定要再加入这些个，这个形体啊，包括你像杨笠后来学唱歌，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说明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您现在在向更大的舞台迈进。因为我也有一些影视资源。是这样的，郭老师，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他特别懂我，就是，我是希望我是跟我去年的我自己比，跟我以前的我自己比，我把我设计的那些呀，那些我想让大家看到我，成长那些呈现也好呀，什么小肢体也好，我以前不就这样吗？只能这样，而且我只能往下看，我不敢看那边啊，我现在变了，我想跟我去年的比，我有进步就好了。对，就今天比昨天好，那就是进步。别管进步多么微小，咱都是普通女孩，都慢慢来呗。然后还有之前，我跟天真姐有一次对话，就是你特别希望我走出那些困境嘛。我知道，我去年主要是在讲述这些困境，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你得先看到我们在经历这些，对吧？我今年让大家看到的是可以走出来，是可以走出来的哦。可以的，就是我先清除眼前那些障碍，咱们就往前走了，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可以，你们也可以。特别好。我觉得你好看。这么朴素的评价，那可能是因为做了医美吧。就觉得有一些变化说不出来他可能是因为他自信养成，就大家给予你力量，然后你感受到这个力量，你自己变得更强大。因为我是叫飞行嘉宾，我就只来这2集，挺遗憾的。我想老来，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有机会产生一个女性的冠军，喜剧之王，真的很强，包括已经晋级的各位，包括还没有登场的我很期待的，我特别期待史岩，吓着了，孩子吓着了，真是。嘻哈，他今年是第1次来参加这个节目，但是他线下已经很有影响，所以我就感受到这个节目里面各种各样的美，然后女生们都这么棒，真的很了不起，很赞叹。我觉得您给到我这个赞叹，您也了不起，您也了不起，真的。真是感叹于你们这种惺惺相惜的感情。好，谢谢。那湘玉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满票。
请你先入座休息。常香玉今年的作品就特别像短剧，回鲁之后啊，回山东之后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挺好，有一种连续剧的感觉啊，好像我们陪着他成长。我觉得常香玉非常勇敢的一点是，像我这种也是文美型的，我根本就不敢站这种能炸飞全场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就是勇气非常足。那我既然接付航，那我就做一下，然后然后起来之后缺氧了，真缺氧了。现在我觉得非常满意，我好像也会呈现了。以前演这篇可能不会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啊，就是大概是站桩嘛，顶多是多一点手势，但已经激发到那个场子下，我把它全都放大了，好可怕。反而这篇可能更加有活力，更加生动了。我谢谢付航留下的他的那些能量，我很感谢。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就是大鹏导演刚刚提到的新人中，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他的表演，也请观众给他最大的热情。我们掌声有请嘻哈。大家好，我是嘻哈，是一名线下单口演员加即兴演员加民航从业者。嘻哈还是线下这2年非常有讨论度的一个演员，在同一天之内，一个城市连开2场售罄的，这是非常厉害的。有很多的脱口秀演员，大家就慕名而去，口口相传。第4位组长，嘻哈。个人魅力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人保活。什么意思？太喜欢他那种活人感，他都不是活人，他有点诈尸，你就感觉他这个人有使不完的牛劲。我真的建议所有女生，当你觉得人生有点没劲儿，你就去听他的，比那个喝洋参叶都好用，立马就炸，身板里头的能量就咔往出出。可能是因为自己原来练体育的原因吧，我觉得跟跑得快的人走一走，他会把你的成绩带得更好。我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拿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跟付航比一比。我为嘻哈真的捏了一把大汗，我非常担心他，这种担心是巨大的未知感。你不知道一个你这么欣赏的演员，把他从线下搬到线上来，到底能不能适应比赛的节奏，观众能不能支持他，他自己能不能自洽，这几个在我心里面真的全是问号。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面对，然后把自己最真诚的一面给大家看就可以了。加油，嘻哈，可以的。看得出来吧？好，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
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了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啊。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她，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她说，哦，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哦，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二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对吧？你说，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哦，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说问老师，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哦，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对吧？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
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对吧？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巴卡巴卡，就。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掉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过去各位，预备，砰！啪，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对吧？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嘻哈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表演，请各位观众再不要忘了，同时还要投票哦。最后3秒钟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感谢嘻哈，谢谢大家。太旺盛的生命力了，我很少见到一个人跟付航 PK， 竟然呈现出了比付航还要强的能量值。没有。我真的想先问问付航，看到嘻哈的表演是什么感受？因为你应该很少看到自己的演出吧？因为其实王悦去年一直在说，是的，就是他的好朋友嘻哈，好朋友嘻哈，好朋友嘻哈。因为我跟王悦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说我就一直特别听说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了。没有，很感激你去年对王悦的照顾，谢谢。啊，没有，这个。我现在就只有4个字，就是嘻哈冲呀！谢谢。嘻哈，其实他的表现力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完全都看到心里去了哈。我跟嘻哈认识其实比王悦还早，然后这人物关系现在好复杂。对，对，
对，然后去年王悦来节目，认识了王悦之后，我才知道他俩是非常好的朋友。再到之后了解了他们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嘻哈他就一直都是像一个女侠一样，她不仅在保护王悦，她在保护所有她视线范围内她能保护的人。之前她有一个事情上了热搜，就是她在飞机上，她保护了另一个空姐。是那个事情可能大不，要不因为我是旅客的身份无所谓。是那天是我跟王悦从北京喜欢俱乐部演完出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终于可以当旅客了。我们那个时候坐的另外一家航空公司，那个通道堵了，我们发现那个女孩被一个旅客在有意的刁难，她也不是特别坏，她说你把这个箱子给我放上去。当天那个飞机的行李架非常高，那女孩举起来会非常困难。她说你能不能帮我搭一把手？其实那男的也不说不搭，但他说了一句风凉话，他说你这个都举不上去，你们不是干这个的吗？我当时特别生气。但是我是个旅客，我就太气了，你知道吧？我知道穿着制服你没办法，你的灵魂被束缚了。我这个时候没有灵魂了，我就一把拉过那个箱子给我说你拿来，然后我就给他放上去了。之后我就对着那个男的，其实我有点不礼貌，但是也非常生气。我说你是个软蛋，你就多吃点饭。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后来反思了一下自己，所以下飞机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要我帮你拿吗？他说不用了。就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小小的上了一下热搜，但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那个事情过了不多久，中国民航局就颁发了一个条例，就是乘务员再也没有义务帮助一些没有必要，比如说除非老弱病残孕的乘客，没有必要再帮他们放行李了。我觉得有些规则就是应该出来改变，不合时宜就应该改变。像唐姐刚刚说的，我们不仅可以自己走出困境，我们可以帮更多人再次走出困境。谢谢。我们在后台也看了嘻哈和王悦，确实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的第一场演出比我们期待的还要好，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第一期讲什么，因为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他家里面的事情，所以今天他这个内容我也是第一次听，其实。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旁边有点捏把汗嘛，但是他上台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太稳，真的，你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真的。谢谢王悦，谢谢嘻哈。嘻哈虽然是第一年出现在节目的舞台之上，但嘻哈的线下专场、剧场专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茁壮就像他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一样，他的专场叫茁壮。9.5分是掉了1分吗？正常。掉了0.1分，仍然是全行业评分最高的专场。谢谢。我是第一次见到嘻哈，非常惊艳。谢谢。就是你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爆发力和能量，就你可以完全你一上场，你一开口就带动所有的氛围。然后去年我觉得，付航比较像一个执剑少年，我今年觉得你就是有这种女侠风范。我能感受到你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女性的支持。我希望今天你这段演出播出去之后，不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对女性来说，穿裙子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须。是，我特别希望能站到台上来，用这样的身份说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比较固执的希望大家能够，哪怕这个行业让我们自由选择都可以，不要强势？是因为2-3年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乘务长，他的飞机在飞到国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发动机着火，然后飞机非常紧急的落地之后，他在90秒之内成功的撤离了飞机上所有的旅客，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除了他。因为他当时是脱掉丝袜之后从滑梯上摔下来，然后因为没有丝袜的保护，他直接一个人膝盖腿全部烂完。当他4天之后从国外回来，我接到他的时候，他2个腿全是伤疤。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有一条裤子，他就不会这个样子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的选题非常的了不起，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节目中发光发热，然后被更多人看见你，努力。这个您这效果毋庸置疑，我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就详细说为什么我到最后才拍灯，因为头里有好几下想拍的时候啊，总赶上别的老师也在拍。我这人呢有点隔色，他们拍我就不想跟他们一块儿拍。我说那我再等会儿吧。哎，我觉得他肯定后边得有一个很炸的地儿吧，没想到他个个都很炸。一时之间不知道找出哪个更炸一点的。
啊，都非常好，太好了，非常期待您下一次表演。谢谢。很感慨，就是层出不穷的英雄。其实我们现在才比了这么多，还有那么多没比，但是已经不停的让我们产生惊喜。到达这儿的时候，已经来到一个小的高峰，非常了不起。我想请问，就是你受谁影响比较多，然后开始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跟这帮朋友们王悦安我们一块儿聊的时候，他就说，你跟我们讲那么多好笑的故事，你把我们逗开心，完全可以去讲脱口秀啊。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是有一次我老板就说你上去讲吧，我说我没有人教过我怎么讲脱口秀，他说教的都不行。他说你自己上去试吧，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呗，然后我就上来讲单口，那个时候还不叫我不知道这个就叫单口，因为所谓大家也会有很多所谓就是一些什么格式啊，一些什么，其实我到现在觉得我只是定义我自己是一个讲笑话的人。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虽然跟嘻哈也是这次第一次见面，但是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观点。总有人要告诉我们定义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单口喜剧，但这世界上其实没有脱口秀，这世界上只有脱口秀演员。我们站在台上说什么，我们说的就是脱口秀。对，谢谢。因为我觉得单口演员应该多元化，就像电影一样，也会有很多喜剧片、恐怖片、惊悚片或者是纪录片，我们也应该有很多表达的方式，不一定拘泥于一种而已。谢谢。谢谢嘻哈，也谢谢所有演员为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纷呈的演出。嘻哈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那请嘻哈暂时回到演员区休息。我没有想到他在比赛里面这么稳，就是线下的他，就是生活里的他。妈，我在台下真的是又自豪又感动，就是又幸福又开心。我终于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嘻哈的表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嘻哈的演出。嘻哈的表现让我觉得他就是今年的冠军。有一些演员是外放型的、能量型的，他是这种类型的，但他有段子，他有内核，他不是给你胡闹，那就非常强。我觉得他就是冠军。我们接下来要请出这一组挑战的最后一位演员，上一季已经拿到了第3名的好成绩，希望你看清脚下的路。掌声有请黑灯。大家好，我是黑灯，我觉得应该是我吧。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黑灯夺冠呀。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嘿嘿，你得到内幕了是吗？是，现这里可以讲啊，他内定冠军。黑灯不是老灯，他的状态非常好，非常年轻，还保持着创作的热情，这个是我想选择他的原因。是新博吗？是我。OK。有，好，耶 ，Hello。小组总分第1名的黑灯小组上台做出选择。哎，我们最强，没想到啊！哦，你为什么会选择挑战付航？报仇嘛，就是啊，因为去年就接在付航后面，然后就凉了嘛。哇，很挫败，所以今年试试看，一雪全耻。但是这没想到，还得打嘻哈翔宇。哎呦，要死了！付航表演完就觉得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打，然后相遇演的时候就觉得完蛋了，然后西华演完我就 OK， 我垫底。谢谢。我完蛋了。看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严重，我也分成7个人来做。我没什么办法了，我只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吧，比就完了。哎呀，看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再把脸挣回来。看看，加油，努力奋斗，没问题。朋友们来给队长鼓掌！来，哇塞！嗨，大家好，我是黑灯。
我有点上当了。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付航的稿子一般，残疾人都骗哈。最近啊一直在巡演，全国各地到处走，一个人就可以，带个箱子，装衣服是其次，主要是探路，能理解吗？就把它推在前面，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哎呦，小心有东西啊！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你先去死吧。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只能侧着推。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对不对？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疼痛让人思考。我从那天开始想，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婴儿车。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你要推个空车的话，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对吧？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不行，更变态。还是买了一个啊，刚需是吧？你得用啊，对吧？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觉得有病啊什么的，不会的，人家觉得很正常，这有啥的？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当时还接了个活儿，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我说愿意 ，OK，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这个活儿太好了，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你们可能不知道，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想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动了邪念了。我说黑灯大胆一点，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边界在哪里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对不对？不对，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不对。捯饬啥呀？没人看你呀！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不穿都合适。那个老师约好了，说到校门口来接我，华东师范大学。一到校门口是吧？没人，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打电话，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我说我在左边。他说那你到右边来，我在右边等你。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盲人，你不来找我，你让我去。我没有发作，强忍着怒火，推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到右边发现要死了，他也是个盲人。是我想当然了，他比我还严重一些，我还能看到一点，他一点都看不见，对吧？但是他有个盲杖，就自己这么敲，一边敲，哒哒哒哒哒，走得飞快。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就那么忙啊你？他真的，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盲人博尔特，还没穿丝袜那种。但是，怎么说呢？华师大上课嘛，老师怕他出事什么的，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画蛇添足，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如果没有他，就我俩一碰面，他说：“哎，黑灯老师，我也不装了，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其实老子会飞。”江南七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
到了教师之后有20多个学生，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分2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就贴得很近，写得很慢，啊，也很厉害。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是吧？600多分，200分是闻出来的。学数学、学法学，什么专业都有。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没什么视力了。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就2种，第一种是按摩推拿，没想到吧？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去一摸，椎间盘突出。你说你要按摩推拿，你上大学干啥？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你推7年了，推成大拿了都已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学校很好，中央音乐学院，啊，音乐表演专业啊 ，Excel 表格很窄，音乐表都没写完整。我好奇是什么表，一拉开二胡。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我都扇自己，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他就大概想一想，一个人瞎了能干啥，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推拿、算命、拉二胡。啊，不是没有思考，对吧？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你来学，对不对？推拿、二胡，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大哥？他们完全不了解，是吧？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次讲到这儿，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他说：“那我们学的专业，我们也不喜欢。”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我太狭隘了。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人家只会告诉你，你该咋，对不对？你好好学习，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是吧？从小就要学，是吧？什么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你才会知道走错了。那真是个噩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对吧？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我说我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感谢黑灯的演出，谢谢。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黑灯。哎呀，我们演到一半还在感叹，真的只有这个黑灯能这么疯狂的去吐槽同为盲人的这个群体。大林，我们中间有一个对视，说黑灯看见付航的演出了。哦，对，黑灯有一个模仿付航，我说他坐那儿，他怎么知道付航跟这儿一直这？这个要感谢 Nora， 他不是演给我看，他说你摸着我的手，那怎么演的？拿手在转，手在转，这样看得见吗？被我爸带过去，这样手这样摸到，这样转，这样转，哎，对，就是手指朝上。有了 ，callback 有了。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哎，对，真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确实这个黑灯老师这种风格这种形式啊，还真就他摸着这些神髓了。当然，因为我没看过小佳老师的现场表演，我不知道您。我也没看过。哎呀，行了，只有他能说这些话，
而且呢，他的这个角度包括切入点什么的都非常的好。然后而且中间有一些特别缺德的包袱，飞天蝙蝠柯震恶。对，你知道他应该吹牛，告诉你往回飞。我说这也太混了，这包袱太有意思了，非常非常好，谢谢他。谢谢。谢谢您告诉牛会飞。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因为前面嘻哈演的比较炸，就是你会有压力吗？其实挺紧张的，有一点能感觉得到啊。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嘻哈吧，就是前面相遇演的也非常，他都开始卖萌了。你说那个啊，付航那个也很好。对。以上的4个表演，就从付航开始，这个挑战大魔王这一环节太高能了，确实精彩纷呈，不让大家喘气儿了。对，黑灯还是整个呈现出的创作水平跟文本能力都非常强啊。因为我知道去年比赛结束之后，半年内你就做出了你的新的这个巡演主打秀。对，主打秀黑灯爆火，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很快的可以迭代自己的。其实我听过一次你线下讲这个段子，好像是有一次公益演出的时候吧，我觉得那天要比今天好。对，因为我觉得你身上是有一种混不吝的气质的，就那个东西如果一旦出来，你的个人魅力会更强。今天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可能前面那个氛围压制了一点，有点乖巧。不是，今年这个舞台小了，不太敢耍起来。对，啊，这个也有点关系，啊，一上来没找到这个麦，有点尴尬。确实，黑灯的这个创作能力也是真的很厉害，而且去年还跟小佳一起做了一场演出，应该是在来风吧，做那个地狱笑话秀是吧？对。就是你俩谁的创意？我一直想问这个缺德的问题。我忘了，应该是我给小佳朋友圈留了个言，好像是他发了个啥？小佳你还记得吗？小佳在哪儿？我在。就有一次他朋友圈留言，然后说可以办一个类似这种缺德大会。对。缺德大会。对，然后就开始筹备。然后没想到还真的缺德的人还挺多的，好想去看。是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我们看到黑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谢谢。那么刚刚挑战魔王付航的3位，一位养成系的女明星唐香玉，一位我们茁壮的野草嘻哈，以及去年已经拿到季军，今年又带着新的作品重新出发的这个黑灯，我觉得这个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对决。那我们请3位挑战者都回到舞台上吧。有没有人想做个预测？我觉得嘻哈第一。其他几位默默点了头。到底有没有人挑战魔王成功呢？结果请看大屏幕。付航的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觉得他这个又会成为一个大家争相模仿的，或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梗，挺敬佩的。我都不是为他开心，我就是敬佩。看嘻哈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就是天生做这个的。他的个人魅力，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喜剧天赋，一切东西都在以那种感觉是核聚变一样的爆发。香玉真的进化了，他现在整个的段子感觉跟去年的感觉都是另一个维度了。黑灯啊，太了不起了！我觉得黑灯没有任何问题。付航，说实话，我都会替他有一些捏把汗，因为我觉得今年新人这么猛，而且是黑灯、堂姐、嘻哈作为最强的新人一块去挑战他，我觉得都有机会，我觉得都是实力非常强，打出了一种惊天动地的感觉，直接炸开了。神仙打架，巅峰对决，毫厘之间，说不好谁输谁赢。恭喜嘻哈201票，挑战成功。好高！同时恭喜付航198票，仍然是非常优秀的成绩。香玉189票，黑灯178票，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下半场的观众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满票就是203票。
现场200位观众以及气氛组的组长一共只有203票。恭喜嘻哈拿到这次挑战的成功，也恭喜你是所有出场演员中目前票数最高的一位。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恭喜嘻哈获得复活金牌，同时为自己的队伍争取到了多一个晋级名额。祝贺你，福气加倍！演完了，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说了，付航一直不让我跟大家说，付航这几天一直都在发烧，刚刚从剧组连夜过来的，这个喊都喊不上去了，这个事儿还是跟大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掌声给所有的演员。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真的。我知道他的表演有多么消耗体力，真是。那香玉和黑灯因为分数暂时没有我们的魔王高，虽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那根据规则，两位要暂时进到待定区。离场之前有什么要跟各位朋友说的吗？哎，太好了，我刚刚有些话忘了说了，正好有这个淘汰的机会。没淘汰，很高了，很高了，比我去年好太多了。去年比完就哭了啊！首先谢谢我的队友们，你们选择了我，我尽力了。谢谢堂姐，谢谢堂姐。接下来我们加油啊！南瓜靠你了啊，靠你了。然后我要谢谢今天这个场上所有给我支持跟认同的观众们，你们滋养了我，谢谢你们。我现在能这么的舒服，能这么的打开自己，全是靠观众爱的滋养，是脱口秀的滋养，真的。我现在也演我主打秀，也是大剧院了嘛，一进大剧院，哇，山呼海啸啊！那么多人喜欢我，我什么都好了。然后然后我还要谢谢付航，他帮我托付那几句，有了那几句话，我安心了很多。我上来我还可以尽情的模仿了他。还有就是那个位置有一位女魔王坐着，去年是我的丽姐，从这个节目开始把脱口秀还给所有人。今天是我的陆姐，只要有一女生坐在那，我心就安。然后没关系，后边再好好准备段子，肯定不会淘汰嘛。你淘汰了我，后边还有好几篇呢，你怎么办？来，给你吧。感谢我那个队员嘛，选择我，然后，我跟那个甜甜说，那个很快我拿完金牌你就能回来了。买标准。哦 ，OK。你不会被淘汰的。我还说我们拿块金牌就能把那个队员捞回来，对不对？结果自己也折进去了。我不知道啊，你们好好比吧啊。好吧，走吧，我们去看电视吧。看电视。好的，暂时进入待定区。我特别想留在现场看他们怎么接，你知道吧？我反正接不了，我已经试过2回了。但我接付航了耶。我死心了。厉害吧？你接住了。厉害吧？我接付航喽。很好，我谢谢付航，他让我更加的放松了，肢体动作变大了，音量也变高了什么的，敢停顿的时间也变长了。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反而激发出了这篇稿子一些新的生命力。所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它不是挑战，反而是相互成就吧。绝望。就是哎呦，不太满意吧，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感受了，那期就破碎了。然后这次，我其实比较害怕这个，但是说再挑战一次，结果上场之前又有点崩了，我完蛋了，有点失望。我再试一次吧，下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再试一次。再不行就算了。我们再次恭喜嘻哈挑战魔王成功，请付航把复活金牌交给嘻哈。
能从付航手上抢到这样一场胜利，尤其又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新人，含金量真的非常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谢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很想站上这个舞台，所以这一年我也一直在为这一刻准备。然后，其实这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觉得我能跟王悦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然后跟大家面对面呈现出一个很好的演出，我觉得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会更努力的，不会辜负大家。然后我是希望，不管麦克风在谁手里，大家都努力的多讲一些吧。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个节目组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帮助一些职业去脱离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它不是存在在一种职业里的，它是存在在这个社会里的。而我觉得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同，我们不要去攻击职业，不要去攻击个体。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不好，那你就自己强大起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谢谢，也恭喜强大的嘻哈茁壮的往下走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于我的比赛结果来讲，和对于我们的比赛状态来讲，都很满意。而且我觉得付航很厉害，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一个能力非常强的对手，他可以带着你再往前多跑一点。嘻哈特别的厉害，然后他是浑然一体的表演，他非常的自信，他是那么的独一无二，然后在舞台上那么的自由，就是为舞台而生的感觉。非常有能量，个人魅力极强，直冲倚天灵盖感觉的这种表达，我很期待嘻哈后面的表现。还是梗好，我就觉得嘻哈的梗真的很好，我们就想要最好笑的冠军。我觉得嘻哈就很好笑，它的张力特别强，就是能够弹出去又能弹回来，我觉得这个是真本事。非常高兴能够在旁边看着他在绽放。嘻哈，帮我拿个毯子嘛！哇，你好快啊！正常操作。那我突然有点想吃点关东煮了。你职业病犯了，主要听不了发令枪。那我现在想喝那种茶香倍儿足，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赏心悦目的饮料，你有吗？简单。这是本次航班为您特意准备新上市的统一春福焙茶，采用3重焙火工艺，焙香醇厚，还是无糖的哦。欢迎享用。哇，好茶！西方被惨了，空姐好会飞啊！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我们精彩继续，一场又一场的挑战。接下来的这位演员，各位应该也非常熟悉，一位名门之后。什么门？铝合金门！热烈的掌声有请刘仁成。大家好，我是刘仁成，老朋友了。胖子门窗永远为你上门安装。我是 INFP 小蝴蝶，像蝴蝶一样美好易碎。又要比了，状态没有很好，我拿太高了，就很焦虑。因为今天节目有点早，导致我整个就是没时间写稿。刘仁成在比赛前夕发的朋友圈都显示出一种非常不稳定的人格。现在我跟你说，他是最卷的人，他天天开放麦炸的不行，这观众嗷嗷叫他，然后晚上发朋友圈说我好焦虑啊，怎么办呢？这篇还是不行啊，我想抽醒他。我梗被破了，我在改，我现在在改，我又得现场改稿。我在改稿，刚写的。因为咱们是个非常真实的节目，观众得给真实的反应，他不能假装没有听到前面的事情。他听到付航去拍电影了，他也听到大鹏导演说他饰演的是一个动人，而我当他上来说演一个野人，等于就完全破掉了。当时是真的有点崩溃，有点崩溃。救救我！救救我！给你倒点。没事，加油，肯定行，可以的，没问题的。我改了这个梗，
我还是得上。那你这可以改成那种，就是这个段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对，非常感谢祥子对我的帮助，因为当时时间很短，上台的压力非常大，不知道能演成什么样子。名门之后，可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仁成。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很开心啊，确实新的一期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长安的荔枝》。当然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对吧？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提前在家准备，练台词、练普通话什么的，说一定要演好。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我还问付航呢，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后来知道了，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不说文质彬彬吧，也算是温文尔雅，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告诉我3个特点：皮肤黝黑，体型巨大，缺乏语言能力。冲我来的，好，我服了。我不仅服，我还其实说实话，演野人什么都无所谓。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在 call back。因为太荒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所有语言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你们知道吗？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付航不用吃，凭什么？我记得我去拍电影之前，我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我有一天拍摄，我吃了30多根香蕉，6斤多的香蕉，什么概念？没吃饱。当然是开玩笑，当时稍微有点难受。所以那天拍摄结束，彭导也很不好意思，就找到我跟我道歉，跟我说：“阿成，真是辛苦你了。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当然说这么多，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当然不会，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喜剧啊，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有香蕉。哎呀，真的很痛苦。但其实说这么多，大家感觉我是很生气，其实完全没有。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我刚比完赛拿了第4名。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我自己也很不安，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我知道里面的门道。
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会网暴我，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发现根本没人理我，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陈桂林，就我都认罪了，还是没人理我。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然后我当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加油啊，会好的。但没有，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凌晨1点半，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要崩溃了，扛不住了，怎么办？他们回复好看爱看，就是这么残忍。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刘润成，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遇到困难从来没有。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既要苦其心志，又要劳其筋骨，既要饿其体肤，又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我看了就觉得，老天你真敢要啊！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谁要谁要，我不要。我是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反正我不要。太多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你这么难，他确实不能，他再也不敢要了。只会说哎是谁在唱歌啊？所以真的，所以去年能拍电影我真的很开心，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除了拍电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见到了杨幂。说实话，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不要纠结从小。但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因为我那个人有个问题，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我怕这样不职业。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但那天，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因为他认识我，他看过我们节目，他说很喜欢我的表演。你们也太配合了。他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他跟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装门窗了？”一个小玩笑，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刘仁成，我能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并且认识我，并认可我，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那一刻，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感觉怪怪的。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又要我的微信。当然是开玩笑，当然开玩笑的。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幂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她会发现我很痛苦。她人这么善良，看到我这么痛苦，一定会过来安慰我，跟我说：“你没事吧？”谢谢阿成的演出，谢谢。喜欢刘仁成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阿成。
咱就得问问大鹏导演了，这个有虚构成分吗？啊，没有，包括我跟他讲，我说别写到段子里，这个也是真的啊。甚至我在跟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会写到段子里了啊。特别感谢就是付航、阿成参与到长安的荔枝的表演，那个动人是一个山加一个桶。最好笑的点，也符合我的人设。我跟大家说，就是在拍的时候，为了能够让他们特别放松、特别的尽兴，我就问我说：“你们有什么特长，都可以在这个电影里展现？”我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绝技，就是凭空打嗝。你是后排观众，你当然愿意来一个了。你问问人前排观众乐意吗？稍微有点不雅。其实很简单一个猜，很简单一个猜。哦，那天就是那一天，我们在拍摄一个场面，因为杨幂在电影里演我的夫人，然后特别希望她看到我的时候很开心，那么我们就想定格她这个笑容啊，一个很大的特写。我在想，应该怎么能够让她笑得特别的开心？我就邀请了阿成，邀请了付航，还有2位喜人的朋友们，一共4位。我说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蜜姐开心。她终于笑得很幸福、很灿烂、很美。记录下来的那一刻，我听到是阿成说：“我喜欢你，喜欢你。”救救我！我都忘了。大家都去这个到时候电影院找这个特写，然后记得这个背后的故事，可能就无法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了，是不是？但确实也是谢谢大鹏导演给我们这些朋友能多多参与到影视剧的机会，谢谢。谢谢阿成，谢谢。我不知道您几位，你们有阿成的朋友圈吗？我有，看到过吗？看到过，还看到过他分享了不少那个脱口秀咱们同行之间的一些个小笑料。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自己内核挺稳定的。对，他不内耗，他所有的东西都发到朋友圈耗别人了。对。然后他发完了，有时候我看有人底下劝他，他说：“嗨，没事，我就这么一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对，我曾经好几次私聊他，问他我说：“你还好吗？”然后他又说他没事了。陆姐她特别贴心，她那段时间她记得我状态不好，她不好意思主动问我，她就问我身边的人我是不是失恋了。她以为我失恋才会那样，其实就是工作的日常。其实就我特别感谢鹏哥，鹏哥真的对我很照顾，他有时候他经常评论我朋友圈。昨天凌晨我压力又特别大。所以我就有那 emo， 鹏哥评论一条，现在打车跟我一块走，他让我逃离这个片场。他给你送走，他还回来了。我今天是拍在那个你说大鹏导演不让你说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好，他不让你干你就干。我觉得就是要拿这种气势，你就可以一路走下去。好，那按照你的说法的话，我不应该听你这句话。咱也没有必要这么犟。开玩笑。行，谢谢阿成，谢谢阿成的表演。刘仁成赢得了气氛组的3票。那根据规则，接下来就要开启挑战环节了。其他组的朋友有哪些演员想要挑战刘仁成的，就请起立，倒计时5秒钟。我想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我，证明我是可以的。那我想找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那既然没有挑战上大魔王，那我就挑战刘仁成。我觉得他也是大魔王之一。刘仁成老师也是上一季的第4名嘛。如果赢了呢，是4舍5入，我算是上一季的前3名。我现在选吗？可以。我选辛博。
我得告诉大家为什么选他，因为在我心目中原因就很简单，就是他很强。因为辛普博士在那头排名中排名12位，前7、前8都是老人吧。我叫王辛博，这也太帅了，辽宁铁岭人，我们是幽默之乡。自我评价啊，在传统单口上还比较有实力的人。他的梗出得很巧，他出梗的方式和他想事情的角度是我以前没怎么见别人这样创作过的。他的段子是那种有琢磨劲儿的，他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文本和节奏在跟你交流。你就感觉他不像一个只演了2年半的一个演员，他是一个新人呢，有点像讲了10年8年的那种感觉，真的。他段子质量也很高，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黑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讲单口这2年半呢，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拼的人。去年2024年，我说我一定要做出一个质量可以的专场。那这1年时间，我大概就写出了小70分钟的内容，讲了小800场的开放麦加商演。就这2年半，我的演出量可能会是很多演员的3到4年的演出量，是浓缩的2年半。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讲，我在技术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去年第1是付航，第2是小鹿，第3是黑灯吧，第4就是刘仁成，2个当了魔王，1个挑战魔王，那能留给我是谁呢？我先润了，还是有胜算的，有的，毫不担心。对，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们看看后边还有谁吧，让他们放马过来吧。啊，我觉得势均力敌好吗？也不至于毫不担心。重来，充满悬念，真的替他捏一把汗。打另外一个组长太厉害了，一个新人，打一个上节目的第4名，我的天哪，这样太让人担心了。我们都在那边默默地为他捏一把汗。那既然没有挑战上大魔王，那我就挑战刘仁成，我觉得他也是大魔王之一。第一个是尊重，第2个也是想证明自己，我只能说承让了啊。加油加油，辛博！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叫辛博，从小就在农村生活，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乡村 coser。班主任老师姓张，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张老师也算不清楚，因为他少根手指。算法上有 bug， 9进制。我很笃定，真的，我从小就很笃定，我一定得考上大学，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让家里给我买电脑，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所有的科目里边，数学最差，高考算是超常发挥，考了76分，按照9进制算是84。也没及格，被调剂到了数学系。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我说妈，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没复读啊，没复读，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可以转专业。也就是说，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听得我都茫然了。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入学摸底儿考，我就是倒数第2，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老师说这道题
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我说不应该。威哥说我不会。选我当班长，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我说为什么不选威哥？他说也不能太蠢。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大学也自学，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学费60。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如何盗号。我一点号就被盗了。以为是教程，结果是教案。这算啥？黑吃黑。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就威哥借了。你说他蠢吧？二话不说他就帮我。你说他不蠢吧？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问过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学数学能干啥？老师说能当老师。我后悔了，我应该问校长。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发现啊，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比亚迪卖车。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我给他倒了杯水，他说：“老弟，全班我都看了，就你能干销售，数你的眼神最空洞，你根本就学不进去。”我不想干销售，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学长安慰我说：“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有专门的培训机构，3个月包就业，全班都去了，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机构要给我俩退款。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的就业率，我说不行，我只要工作。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教数学。我没留下，在老师的推荐下，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我说领导，我还懂点黑客。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下去一个矿工，我就在 Excel 上+1，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同学们好奇说：“你这个样的去矿能干啥？”问得多我就很烦，我说算命。有一次下去7个，上来8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挖到墓了，对不上账，是不是我得下去？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整3个月，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井上一郎。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来自广东珠海，问我先生买房吗？我立马反问他：你们招人吗？我学数学的，他说我学物理的。我说城濮求是，他说博学笃行。
我们学校的校训。时代也在发展，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很多朋友不了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帮用户抓黑客。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在风口上，威哥也飞起来了。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来杭州开会，我开车接他，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他的能力我最了解，不在我之下。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威哥还安慰我说：“没事儿，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谢谢大家，我叫辛博，谢谢。谢谢辛博的演出。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辛博啊！这是咱们今年的新朋友，也是一个这个讲话 flow 非常独特的朋友。对，这个很有旋律感。我是觉得您在其实您正常生活说话和那个具体的那个表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区别的，对吧？有区别啊，但是区别也不是特别大。主要您几个包袱都其实还都挺好，挺经琢磨的。后来说您来什么，我脱去一身长衫，哪知道我这个里头什么都没穿。然后我看大伙儿挺有共鸣，我说挺有共鸣，行，我来吧，我就配合了一下。但后来你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招一个大学生吗？因为他比别人大4岁。我说这才是我想拍的包袱。我就喜欢这种特别出其不意、特别混的。对我这种傻梗就特别多啊。是因为我这样的傻人特别多吗？是吧？哎，说明咱们俩思考比较同频。对，好，我看跟您有共鸣吧，啊，特别好，特别期待您接下来的表演。好嘞，谢谢。咱们今年新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确实，要不按那个阿成一天发20条朋友圈呢。我其实也觉得今年的新人好像都很强的样子，感觉刘仁成有点危险了啊。我知道你的那个线下专场叫做《发现丑的眼睛》，对，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主要从事的单口喜剧的方向叫观察式喜剧。现在我们行业里边比较多的，其实还是以个人经历或个人故事为主的。其实我做很多没有我的喜剧类型啊，只不过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想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认识一下，所以用一篇跟我个人经历有点关系的。有的时候我想变成大家的眼睛或者嘴，啊，但是对我想做这样一个东西哎。所以你接下来的内容都会是可能跟自己无关的，是你观察到的社会的现象或者其他人的事情。都会有。都会有，因为我们家里边还有很多糟心事儿没说啊。主要是有一双发现丑的眼睛。观察喜剧是周奇墨特别喜欢跟擅长的那个门类，就好多他的那个段子 ，Listen to 拜拜。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 ，Listen to 拜拜 ，Listen to 拜拜啊！讲那装修那个，我的房子，就那个装修的声音呐，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那些都是观察喜剧的非常好的东西，也非常我个人也非常期待你后边的演出。好，谢谢。他很像阿成去年刚开始给大家那个感觉哈，就是你也不知道哪儿有这么一个人小人物，然后突然就在台上栩栩如生，能量也很足。在他站起来之后上台，拿起话筒之前，完全就没有想到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表演，真是不可貌相，是说你长得帅的意思？就是阿成，你还是挺有勇气的哈，因为你知道他很强。因为刚才不止站起来他一个，但是你选择了他。我觉得还是跟这种比较强的演员去对决一下也更好看，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他一点。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期待你更多的表演。
好，谢谢大鹏老师，谢谢。强对决，结果还也未可知啊！辛博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我们请阿成也回到舞台上。到底谁会获得这场对决的胜出呢？阿成还是挺厉害，他一上场，因为那个 talking 把他的梗破了，他还在一直改，我们还在那儿聊。然后他还挺紧张的，但现场写的梗他就想了，还真挺厉害。辛博这一篇非常的扎实，一看就打磨个很长时间。刘润成和辛博那组是这里面我可能觉得唯一一个就是比完之后我不是太确定谁能赢的，因为票都不会低。这分儿也太高了吧！我天。